大熊既然养宠物狗了，妈妈也没有任何意见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天，大熊在看电视，主人公跟狗之间的亲密互动看得大熊心痒难耐，大熊又想养狗了，但毫不意外又遭到了大熊妈的拒绝。哆啦 A 梦习以为常，因为这已经是第100次大熊妈拒绝大熊养狗了。说完，他还撒花庆祝，大熊不开心了。哆啦 A 梦连忙拿出道具宠物笔，用这支笔在纸上画的动物都会直接变成宠物的。大熊很开心，但哆啦 A 梦也不忘告诫他，虽然它是纸做的，但也跟真的宠物一样，必须好好照顾它才行。大熊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于是大熊就开始了作画之路。刚开始画了一个体型很大的四不像，之后又画了一个耳朵很长的狗，但这些都遭到了哆啦 A 梦的吐槽。最后，大熊想画一只长得像小鳄鱼的狗，本来他还想重新画，但没想到这只狗突然动了起来，甚至还凑到大熊身边跟他玩了起来。大熊很开心，当场决定就这只了。不过等他想让狗狗过来时，狗却突然不动了。哆啦 A 梦说这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叫才好。大熊笑着说狗都是汪汪叫的，但没想到这只狗只学了个8分，叫的声音听起来10分像瓦尼。大熊很喜欢瓦尼，因为这只狗是他创造出来，独属于他的。突然瓦尼叫的速度变快了，哆啦 A 梦猜测他应该是饿了，于是大熊想当然的想去冰箱拿吃的，但没想到哆啦 A 梦说只需要把食物画在纸上就好了。于是大熊又开始作画了，这一堆长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遭到了瓦尼的拒绝，而哆啦 A 梦则画出了带骨头的肉，瓦尼一口就吃掉了。忽然大熊妈上楼了，因为她听到了狗叫的声音，她以为大熊又偷偷养狗了，可没想到叫声是纸发出来的，于是这次大熊妈妥协了。大熊终于可以正大光明的养狗了，他兴致勃勃的想带瓦尼去院子，可没想到瓦尼已经睡了，刚吃了就睡觉，这点跟大熊太像了。但瓦尼突然就醒了，然后他嗖的一下就窜下了楼。等大熊跟哆啦 A 梦跟上去的时候，发现瓦尼竟然在电视机前小便。大熊刚想训斥他，瓦尼就溜走了。哆啦 A 梦又神吐槽，跑得很快，这一点也跟大熊一模一样。吐槽归吐槽，烂摊子还得收拾，可这怎么也擦不掉。哆啦 A 梦解释道，这是因为瓦尼的小便是墨水。这时院子外又传来了瓦尼的叫声，大熊连忙跑出去，结果瓦尼竟然在对着大熊妈叫唤。幸好大熊妈身体素质好，不然非得被咬一口不可。意识到自己做错事的瓦尼又溜了，这次他躲在了柜子后面，毕竟是指躲在缝隙里是最好的。可当大熊发现他后，瓦尼又跑了。哆啦 A 梦又懂了，瓦尼是想跟大熊玩捉迷藏的游戏，一人一狗玩得十分开心。当然大熊也不忘告诉瓦尼不准对着妈妈叫，即使瓦尼还有很多缺点，但大熊却保证他会把瓦尼养成一只很了不起的小狗。哆啦 A 梦都快感动得哭了，太了不起了，总是懒懒散散的大熊竟然会说出这么负责的话。但现在大熊是空有想法没有计划，他不知道怎么训练狗狗。哆啦 A 梦说要先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，第一步就从遛狗开始。于是大熊带着瓦尼出门散步了，可没走2步，瓦尼就跑走了，只因前面有水泼了过来。大熊立马反应过来，毕竟瓦尼是纸做的，所以怕水是应该的。可瓦尼去哪儿了呢？原来他在马路中间睡着了，路人看到后还以为是海豹，便把瓦尼放在了旁边的公事栏上。小佛和胖虎看到了瓦尼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这难道是什么怪兽海豹吗？突然间瓦尼打了个喷嚏，胖虎生气了，立马挥拳向瓦尼砸去，可没想到受伤的反而是自己。于是小夫拿出了红色的铅笔，两人开始在纸上胡乱涂鸦。瓦尼挣扎的声音吸引了大熊，他连忙把瓦尼拿了下来，还说这是自己养的狗。胖虎嘲笑他，这是鳄鱼还差不多。谁知瓦尼立马对着他的脚小便，胖虎十分生气，大熊立马带着瓦尼跑了。买了橡皮擦之后，大熊把瓦尼身上的涂鸦擦掉了，然后一人一狗继续散步。胖虎躲在一边，他找准时机放出了酷哥，大熊吓得立马跑了。可最后酷哥把大熊和瓦尼逼到了墙角里，大熊很害怕，但酷哥完全不想放水。看到主人这么害怕，瓦尼勇敢地站了出来。两只狗的战争一触即发，他们都勇猛地向对方扑过去。可没想到瓦尼很聪明，他用自己的身体将酷哥的头包围了。最后酷哥因为看不见，把自己给撞晕了。这场战场瓦尼赢了。夕阳西下，两人走在了回去的路上。晚上大熊一家人正在用餐，但瓦尼叫个不停，爸爸妈妈也开始有点意见了，这会影响隔壁邻居的。
终于，大熊把吃的画好了，可没想到吃完之后，瓦尼还是叫个不停。大熊跟瓦尼说，不能再叫了，不然没办法在家里养它了。夜深了，众人都睡了，小偷却打上了大熊家的主意。瓦尼听到动静后，立马下楼。面对即将登门入室的小偷，瓦尼从门缝溜了出去。没一会儿，众人又被瓦尼的叫声吵醒了。他们打开门之后，发现瓦尼正在咬一个人，欺负瓦尼不会说话。小偷倒打一耙，说自己只不过路过就被咬了一口。爸爸妈妈信以为真，连忙对小偷赔礼道歉。大熊也不相信瓦尼，一个劲儿地批评瓦尼不应该咬人，语气十分严厉，瓦尼都害怕了。但大熊之所以这么严厉，也是担心再这样下去，他就没办法继续养瓦尼了。看着大熊的泪水，瓦尼好像明白了什么。深夜，瓦尼想起了自己跟大熊的美好回忆，最后他下定了决心。擦拭掉大熊眼角的泪水后，瓦尼就离开了。即使再念念不忘，瓦尼还是走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警察带着小偷来了。经过一番解释，大熊爸妈才知道，原来这个人是小偷。瓦尼之所以会叫，之所以会咬他，是想要保护这个家。可这时瓦尼已经不见了，大熊十分自责，连忙跟哆啦 A 梦出门去找瓦尼。这时狂风来袭，天空下起了暴雨，大熊十分着急，立马加快了寻找瓦尼的脚步。路过一座桥，大熊看到湍急的河流中飘着一张纸，他以为是瓦尼，但定睛一看，发现不是的。可刚松一口气，大熊就不小心掉进了河里。躲起来避雨的瓦尼听到了大熊的呼救声，即使外面是倾盆大雨，他也冲了出去。找到大熊后，瓦尼立马跳进了河里。他带着大熊奋力地向上游，即使他的纸快破掉了，即使他的墨水快掉完了，瓦尼也没有放弃，一直在奋力地带着大熊向上游。终于，瓦尼没有了力气，眼看一人一狗就要淹没在河水里时，哆啦 A 梦终于出现了。他头顶竹蜻蜓，把大熊和瓦尼救了出来。清醒过来后的大熊第一个时间就是寻找瓦尼，但此时的瓦尼已经伤痕累累，破破烂烂。大熊再也忍不住了，痛哭流涕地跟瓦尼道歉。哆啦 A 梦也泪流满面。最后，小伙伴们都拥有了纸做的宠物。胖虎的是会飞的鸡，静香的是考拉，小夫的是熊猫，而大熊的依旧是瓦尼。虽然它破破烂烂，但依旧是大熊最心爱的宠物狗。大熊和瓦尼的笑容还是那么美好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瓦尼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